欢迎来到英雄城市奥德萨。王老师，这次为啥要采访这个？这个人就是我的一个粉丝给我推荐，他是个乌克兰人，然后呢，据说是他比较亲俄，我们也想找找这个比较亲俄的人，这个群体吧，怎么看待这场战争？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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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人，你好，你好，你看，中文说的真好。就一般般。啊，一般是吧？走吧，那去你那儿，好吧？看了房子。你这中文是什么地方学的？哈尔滨。啊，哈尔滨。在那儿待了多长时间？只待了1年。1年就学这么好啊？就是这么一般。我现在也是一个学生。在哪儿上学呢？现在？在哈尔滨的师范大学。就是你现在还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上学是吧？是的，就上网课。上网课啊，是读硕士是吧？对。那你去中国生活过1年，你喜欢中国吗？喜欢东北啊？为什么？那边人他们的就是可能是思想上就是比较接近。我喜欢那边的气候，我不太喜欢夏天，我更喜欢就是那种就是冬天。食物吃得惯吗？中餐？吃得惯啊。啊，是吗？是什么锅包肉啊，什么锅包肉东西，还有呢？什么牛肉面啊，锅包肉啊。小鸡儿炖蘑菇。是的。什么东北烧烤啊，那些夜市。主要是因为人好，这人很好。我们总是说，就是哪里的人好，你就喜欢哪个地方。因为毕竟你跟其他的人在一块儿待着，你们就产生一些回忆。对，然后东北还是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对，让我喜欢那里。战前我是一名翻译。翻译哈。对，在一家国际公司搞翻译。然后很多外国人都离开了。然后我自己也没工作。就是我之前的工作地，就是要往里头走，这里头车开不进去了是吧？这不能进。不能进是吧？对，然后工厂里面的环境也不能拍摄，和平时期也不能拍。你的那个工作的工厂是哪一个？你给我们指一下就行了。就是这个工厂。就是这个吗？对啊。就是这个，就这个罐子这个是吗？是的。这规模还挺大的啊。是的。原先这个厂里头有多少员工？很多。我没算。没算啊。都是乌克兰人啊。是的。基本都是。基本都是乌克兰人。就有一些中国派过来的技术人员是吧？是的。昨天我们听说这奥德萨就被轰炸了哈，你知道吗？是的。昨天是海港被中了导弹。你在这个住的地方能听到吗？当时能啊。是吧？整个房子都就是昨天上午整个房子都在晃动。是吗？那你从这个地方，就你住的这个地方，离那个爆炸的海港有多远？很近的，很近就大概15分钟就到了。是走路是吧？昨天就是有2个导弹在这一区域，就是被炸了，就在天空被炸了，但还是能感到这个房子晃动。对，房子晃动。那当时你跑了没？跑出去没有？没有，就是炸了2个导弹我才出去的。是吧？那你也挺淡定的嘛，这样。还行，就是紧张也没啥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给这个区域射过导弹，就射了好几个，而且大部分都是中了目的地。刚好是在这里附近，就是有3个，就是在那个十字路口，然后还有一个好像在什么工厂啊，炸的，当时对，都炸了，离你这也很近是吧？特别近，就过马路就到了。
你是俄罗斯族还是乌克兰人？奥德萨这边人都是混血。然后我爸是德国人，我妈是白俄的。那你平时是讲俄语还是讲乌克兰语？俄语。你平时在这里俄语讲俄语是吧？对，这里整个城市都讲俄语，就是从当初本来是没有乌克兰人的。这个城市是沙俄建立的。这里以前什么都没有。后面沙俄投入了点钱，然后他们叫上了欧洲人，安排这个城市的建立。这里本来是什么土耳其的一个堡垒。所以你说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传统其实跟俄罗斯的关系更近，是吧？是的。就是有一些就是脑子有问题。然后他们认为就是全国都必须得讲乌克兰语。然后他们就在大街上听见了我讲俄语，然后会过来，然后问我就是怎么不说国语，或者试图跟我闹冲突。你怎么回答？打呀！当然那个时候我年龄比较小，我那个时候还读高中。就是我这个院子，我住的这个院子也有很多的民族，什么乌兹别克斯坦人、犹太人啊、吉普赛人都有，然后大家都讲自己的语言。但是如果是我们之间沟通呢，那肯定会说俄语，因为我们不会其他的语言。通行语言是俄语，是吧？是的，通行语言是俄语。对，我们说这个语言也并不是为了什么主义，而是说，就我们就当初就说这个语言习惯了嘛。那其实你会说乌克兰语啊？那人家让你说乌克兰语，你为什么也觉得很难受？当你自愿说乌克兰语，这没什么毛病。当有人来逼着你说乌克兰语，那就有问题了。他们说俄语是敌人的语言，但是就脑子有问题的人跟我讲一个语言，是我的错吗？语言本身你说实际上是没有这个所谓的对，敌人。我说的是俄语，但是我就是思维，我的思想上是乌克兰人，而且现在就是跟俄罗斯打仗的军队一半都是讲俄语的。你怎么看这场战争？就到底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谁也不清楚。就是因为我们跟俄罗斯关系比较复杂嘛，我们已经打了差不多400年了。你说历史延续的一部分，是吧？是的，乌克兰本来是可以分为2部分，一个是东部，另一个是西部。然后这两个领土本来是都有各自的历史。因为西方他们本来是在波兰或者在德国管理下，我们是属于沙俄。对，所以说我们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就是因此俄罗斯他们使用了这个文化因素推动革命。就顿巴斯这地区是吧？搞分离运动，对吧？我听你的朋友讲，就是说你其实，在战争之前，你其实是对俄罗斯更有好感的。是的，主要是我当时就2014年不是发生了革命嘛，就是克里米亚那个。也不仅是克里米亚，就是当时乌克兰就是选了另一个方向，就是本来是进俄罗斯的，后来是进欧盟的。对，然后当时的政府，就2014年之前的还是被推翻了嘛。这个不是什么合法的事情。然后当时的政府他们实在是很有问题的。你说哪个政府有问题？波罗申科。波罗申科。对，我是反对他的。然后他们当时就是搞的那些新政策什么的，他们的政治，就是他们政治上搞的那些事情，我就特别的反对。你反对主要是反对什么内容？他们做的事情导致在顿巴斯那边就发生了战争。为什么？就是政府被推翻了。当时的就是进行革命的那些人，就是他们是从西方收的钱。但是还有俄罗斯在东部。2014年那个顿巴斯出现了俄军。就是少数的俄军。但是没人知道，就是
后来我的朋友告诉我的，他们看见了他们的坦克，还有什么武装，然后还有一些人在顿巴斯也搞了什么革命之类的这些，那个非法的全民公决，对，这分离主义者，就是那些在基辅搞革命的人从西方收了钱，在东部的人从俄罗斯收了钱，然后就国家乱七八糟了。从2014年到2016年，大街上总是会发生什么群架之类的事情，就是打群架，对，都是因为政治上的事情。我对现在的政府也不满，是吧？你对现在的政府不满主要是哪些？就是泽连斯基他在当上总统之前，他是答应了国家，他当时说会在顿巴斯就进行合法的全民公决，决定他们的未来，然后就是停止这个战争。没有做到。就是在大多数的乌克兰人眼里，他还是一个小丑。是吗？他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但并不是什么很好的政治家，并不是什么好的领导。那后来呢？后来，我现在反对俄罗斯。你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你有个转变啊。你一开始你其实是支持俄罗斯的。也不是说支持俄罗斯的，就是或者就是对当时的乌克兰政府不满。对。后来转变就是对俄罗斯不友好。不友就他为什么？他露出了自己的真正的嘴脸。这开战了。侵入了乌克兰。这还需要讲吗？你是觉得这个不能接受是吧？那肯定不能接受。就是我们在乌克兰这个就在国内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自己干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是乌克兰人之间的事情。我个人觉得其他的国家不应该干涉。但是可能这面有一些顿巴斯地区，包括像奥德萨很多地方讲俄语的人，他可能认为这个事情并不是乌克兰自己内部的事情。人多少想法多少。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我们去前线采访，因为有些人他可能都不撤，他就等着俄罗斯的军队来，他可能还欢迎俄罗斯的军队占领了。因为有一批这样的人。有的是，这边也有这样的人。就奥德萨也有是吧？奥德萨，哪都有。我就想，就是如果没有这些人存在的话，可能这场战争可能也发动不起来。其实也并不是，这俄罗斯提出的那些理由，都是假的。就是比如说乌克兰出现了新纳粹主义啊，什么保护讲俄语的人什么的，这都是假的。其实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开战，就算没有这些理由，他们也会找出一个理由，去进入这个国家。那你觉得俄罗斯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就乌克兰本身是一个就是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分配势力范围的一个地方。但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的，就是俄罗斯他们老说，他们觉得北约，觉得对他们产生了危险。就是既然你们觉得是北约和你们搞事儿，你们干什么不直接跟北约打？他们说就是不能让北约扩大东扩。对，就不能让这件事情发生。但如果想一想，就已经那么多的国家，就是他们的邻国，早已加入北约。他们加入北约的时候，俄罗斯在哪里？他们干什么去了？这犹太人很多，那他们也说他们是反犹。这个俄罗斯人说这个
有很多这边迫害犹太人的，你觉得有吗？没有，从来没有过。是吧？啊。对啊，我们奥德萨这边有一条街叫犹太人街，咱们可以去那里问问他们。啊，是吧？对啊，现在很多的犹太人，他们也在战场，跟俄罗斯打。这俄罗斯人嘛，他们现在好像住着一个很魔幻的世界里。政府说我们是纳粹主义啊，我们吃莫斯科小孩子肉，或者说我们都吸毒什么的。然后他们就是电视看多了，然后他们相信这些废话。我前几个星期我就看了他们的新闻，不是说网上的新闻，是他们的电视的一个最大的新闻频道，有一个东正教的主教父，他们的俄罗斯的，他一脸正经说，就那个乌克兰人，他们让小孩子吸毒。啊，是吗？对，然后当那些小孩子在麻醉的状态，他们就去停尸房，把尸体拉出来，然后放在被俄罗斯炸掉的那些楼房，周边就在那里，然后还真有人信。就电视里他们那个天天播的都是这一类的信息是吧？对他们自己给就在居民区域下炸弹，然后后面他们在新闻上，怪外是我们的政府，他们说是我们的政府自己，炸乌克兰的老百姓，就相当于比如说炸这个奥德萨，他们有可能就说是乌克兰政府炸的是吧？他们昨天就说了。昨天呢，就是这个奥德萨这个海港啊。对啊，俄罗斯昨天，他们正式发布了这一条消息，他们说就是昨天的那些事情与他们无关。那你看他们新闻里，他有说这个，就是说他们炸完这个乌克兰之后，说是乌克兰军队干的吗？看过啊，我每天一打开新闻，我都能看到这类型的新闻。俄罗斯的新闻是吧？对，但是我现在基本都不看了，因为这太荒诞了。这就是那个港口吧？那你没想到离开这个城市吗？本来是想，我本来是考虑去哈萨克斯坦，去挣钱，但后来，就开战了，对，然后所有安排都被打乱了。为什么想去哈萨克斯坦？对，我现在又不能直接去中国，因为这个疫情嘛，就是中国的这些防疫措施是吧？对，就是防疫措施太严格了是吧？太离谱了。对，然后我就是他们说我打了2针疫苗才可以进，才能入境。然后我就不想打。然后我就说我不去了。多长时间没有回中国了？哇，很久了已经，大概三四年了。3、4年了。那你跟你的中国同学，你们在网上还联系吗？偶尔就是我要什么帮助的时候，我就会联系，但是都是去学习上的帮助，或什么问题。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吗？不谈，我不愿意跟太多的外国人谈这些事情，因为跟他们有什么关系？那中国的那些社交这个平台你上吗？比如说微博啊、快手啊、抖音啊，你看吗？我不看了。你不看啊？不看了，这中国的网络就我看的总是一脸懵。为什么？一堆现在还在排上。没关系。就是一堆傻逼逼的年轻人，然后就拍摄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视频，就觉得很傻逼，我就觉得就没啥有趣的。然后谈的那些政治方面的东西，我觉得也没必要跟他们讲。那你看到就是中国的那个网上，其实很多人都支持俄罗斯，也不太支持乌克兰，你知道吗？是的，这我知道。但是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他们想支持谁就支持谁，
只要中国的政府不给俄罗斯提供什么武装、什么导弹啊，不支持他们的在这里这些行动，我们就可以保持这些伙伴关系。那你觉得为什么中国网上那些网民都会支持俄罗斯，而不太支持乌克兰？他们爱怎么想就咋想。就我也没什么义务给他们证明什么，而且就算我给他们证明了什么，那有什么意义？也不一定能说服他们，是吧？这是浪费时间去说服什么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我在自己的国家。他们的想法又影响不了啥。那这可能战争会长期化，对吧？是的。短期之内也结束不了。那你有什么打算？没什么打算啊，就活着。就是继续活着。就是有一种可能，就是可能会被叫上，然后去上战场。有这种可能吗？肯定啊。我是啊符合去服兵役的条件。叫上你之后，你能拒绝吗？不能。不能，必须得去，是吧？那你愿意去吗？愿意啊。不怕？有什么好怕的？上战场打仗嘛。不怕死。你不怕死？怕的是死亡过程，不是怕，不是死。是吗？你说只要死亡过程没那么痛苦的话，死亡就没那么可怕，是吧？是的。那你像你觉得你对乌克兰政府也不是特别满意，那你为这样的一个政府，比如说去打仗、死亡，我们这里的人现在也并不是为了政府，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有2个破选择，就一个是我们的政府，一个是俄罗斯。如果选了俄罗斯，我们就会过得更差，所以我们要跟俄罗斯打。